10年套走480億，內地生意僅剩5%，李嘉誠終於想攤牌了。教員曾說過，要真正認識和了解一個人，10年不一定夠，不僅要看他的一時，還要看他的全部歷史。很可惜，97歲的李嘉誠沒有經住歷史的考驗，有可能晚節不保。本月初，他一口氣將公司名下43座港口，包括2座具有戰略價值的巴拿馬港口，作價228億美元，人民幣1657億，賣給了美國頂級財團貝萊德。消息一出，李嘉誠再次陷入了巨大的輿論風波。支持者表示在商言商，李嘉誠保證股東利益最大化，做法沒毛病。反對者如香港的大公報發文，偉大的企業家都是真正愛國者，指出這個交易不是普通的交易。李嘉誠的做法有唯利是圖、見利忘義的嫌疑。隨後官方轉發了該文，從側面表明了態度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李嘉誠在醞釀這場大交易時，甚至沒和上面打個招呼，直到與美方達成了協議，才以通告的形式告知，打了所有人一個措手不及。這到底是誰給了李嘉誠這麼大的膽子，讓他居然敢先斬後奏？秘密就藏在长江和记的財報裡。截止到2024年6月，長江和記50%的收入來自於歐洲地區，香港和內地僅佔7%和5%，這可能就是他敢於先斬後奏的原因。除了公司總部還在香港，其他能搬走的基本上全搬走了。與2015年跑路風波不同，那時由於一半的資產還在國內，李嘉誠還很重視輿論對自己的評價。他在接受財新採訪時反覆強調說長和系撤資是個大笑話，做生意低買高賣很正常的事兒。隨後他用手指了指腳下的长江中心，補充道，要說什麼不會賣，這個永遠也不會賣，向外界展現出自己永遠扎根香港的決心。大樓是搬不走的，但是不妨礙改注冊地。李嘉誠放話半年後，長江和記的注冊地從中国香港变更成了開曼群島。2016年到2025年，李嘉誠似乎是吸取了跑路風波的教訓，不再敢明目張膽的大規模拋售國內資產，改為用蚂蟻搬家的方式，每年拋售幾處，清空了國內大部分的資產。2016年拋售上海陸家嘴核心地段的世紀匯廣場，回籠200億人民幣；2019年拋售大連西港地塊，回籠40億人民幣；2020年拋售成都南城都會地塊，回籠71億人民幣；2021年和2022年連續拋售上海外灘、靜安區核心商業地產，回籠95億人民幣；2023年拋售珠海新城地塊，回籠約30億港元；2024年，李嘉誠賣掉了在北京的最後一個樓盤玉翠園，開售價比備案價低了2萬塊，套現的急切心情可見一斑。隨後又連續5次減持郵政銀行的股票，套現8.2億港元。進入今年變本加厲，一口氣賣掉了上海和黄藥業45%的股份，回籠42億人民幣。綜上所述，近10年來，通過小股拋售的方式，李嘉誠至少套走了480億現金，大部分資金變成了海外資產，形成了外強中幹的布局。於是我們看到了一個越來越不聽招呼的李嘉誠，原因無外乎沒有利益糾葛了，翅膀硬了，想飛了。這一次被官方關注後，他甚至都懶得解釋，帶着微笑對記者說：“我讓你們拍照，但不會說一句話。”了解了以上的情況，你還覺得李嘉誠是在商言商嗎？所謂的在商言商，只是自私自利者的一種自我辯解。縱觀全球歷史，商業與政治從來都是緊密相連、相互成就的。19世紀，英國政府用國家的炮舰為商人開路，拓展商業利益；20世紀，美國用遍布全球的軍事基地支撐美元霸權，為華爾街造險；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的經濟奇蹟，哪一個能離開本國政府的引導扶持？靠商人的個人奮鬥就能赤手空拳的積累數千億的財富，這是 TVB 才能寫出來的理想化劇本。我們見過不少移居海外的企業家，但是有幾個能夠複製在國內的成功？絕大部分人是吃了國家發展的紅利，才有機會站上潮頭，成為時代的弄潮兒。如果把這種相互成就的關係庸俗化的解釋為個人奮鬥、湘江精神，未免有些夜郎自大了。否則，印度國內為何一直培育不出偉大的企業？還不是本国土壤不行。最後想說的是，最近有人將李嘉誠稱作買辦，這也有點一棒子打死他了。畢竟李嘉誠沒有拖欠過工資，沒有建爛尾樓，沒有拖着銀行幾萬億不還，還向內地捐了不少款，建了一所相當不錯的大學，盡到了商人的本分。但是離偉大的企業家還有一些距離。今年的李嘉誠已經97歲了，人老難免會犯糊塗。希望這次賣港口事件只是一場誤會，大家把話說清楚後，還是歡迎他繼續發光發熱，為股東賺更多的錢。李超人辛苦了一輩子，一定要保住晚節，別在大事上犯糊塗，否則就不是一句在商言商能解釋得清了。